嗨，大家好。昨天呢，去芳村一个古村叫巨龙村的一个地方呢，冒雨骑行。然后呢，又通过洲头嘴的隧道，从芳村开车去到太谷仓，这有着100多年历史的一个以前的码头，现在呢已经成了一个休闲的胜地。在2个地方骑行了一圈，但是呢，被淋了2场雨。结果呢，让我这个在雨水里头泡了1天的单车脏不可堪了。所以今天呢，在家里实实在在的给我的小车呢洗了一个澡，顺便呢，按我自己的理解和我自己学到的一些土的方法呢，给单车做了一个保养。其实也就是不外乎呢，做了一些清洁，链条转动的那些部分呢，上了一些机油。现在呢，我骑出来看一看这个做了保养以后的单车骑起来的效果，看来还不错。今天呢，一边为我的车在做保养，一边呢看着窗外时阴时晴，云卷云舒看着这个天空一会儿阴沉，一会儿呢明亮，而且呢有2只灰喜鹊来到了我的阳台，在阳台边上的树枝上呢叽叽喳喳的跟我说了一堆的话，虽然我听不懂但是呢也觉得特别有趣。就这样呢，很快一个上午呢时间就过去了。同时呢，打开的这个电视的屏幕不断传来网上的一些消息。先是呢看到了英国的一个首相叫 Boris 约翰逊的，就是那个像一个狮子头一样的首相，突然之间呢，因为自己用人的失误遭到了他的阁员一致的抵制，最终呢，为了自身的尊严，黯然离场，辞去了英国首相的职务。按他自己的说法呢，他觉得英国首相对他来讲是一份最好的工作。原本呢，他是有意要干多他几年谁知呢，在他的执政生涯当中不幸阴沟里翻船，早早的呢就结束了他的一个执政的生涯。但是对于一个民主社会、民主体系的这么一个国家，即便是一个强人的领导人，因为某个事件黯然下台，与这个国家应该也无损，也很难会出现这个国家的政策大的方针急剧的拐弯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呢，大家也就是当一个新闻看看而已，听听就算。世界呢照转不误，老百姓呢还是多为自己的生活着想，平静的过好自己的日子，有多少能耐呢，就过什么样的生活。但是呢，今天还有比英国首相辞职更为让人震惊的消息。同样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日本，他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居然在奈良的一次街头的演讲的时候遭到了暗杀，当场呢近距离的身中2到3枪，据说呢出现了心肺功能停止的危急的状态，被紧急送往医院。目前呢生死未卜。根据网上的这些报道情况不容乐观。而举枪对安倍前首相袭击的嫌疑人呢，当场被安保人员制服据说呢是一位才40出头的前日本自卫队的一个军官。
到底是为公还是为私，胆敢在自己的家里自制这些枪械，对自己国家的前首相痛下杀手，其中有些什么样的恩怨过节，现在还不得而知。相信呢，不久呢就会有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的这些报道。作为同一个地球的地球村民，任何重大的这些新闻呢，都会在网络上以最快的时间流传。作为一个普通的民众啊，我们也有行使吃瓜群众啊，了解时事，了解世界上发生了一些什么样重大的一些事情的权利和自由。但是呢，也就听听就好，只是多了一份对这个世界一份感知而已。骑着我的单车呢，就发现啊，今天下午啊，真的是阳光灿烂啊，没有了那种雨天的阴郁，有的是云开日出的酸爽，而且确实呢，迎面吹过来的这些风啊，也是非常的干燥，不像在昨天啊，雨中骑行所面对的那一份闷热。已经啊，围着这个祈福新村的祈福湖边呢，骑行了一圈了。总体感觉呢，清洗和保养过啊，上了油以后的这个单车的状态呢，还是非常的轻快，或者说呢，跟这段时间的这个骑行整体的感觉呢，没有太大的偏差。现在呢，使用这个二手的折叠单车啊，骑行以来呢，还没有到3个月啊。那我自己是有这么一个承诺，如果能够顺利的骑行3个月的话呢，也希望能够正式的跟大家来做一期啊，骑行健身方面的，不论是身体上的感受，还是心理上的愉悦。还有骑行在村内村外整体的一个感受，也想跟大家来做一次比较全面的分享。所以我们在静待时日啊，再等个半个来月，我们看看以一个什么样的面目，以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呢，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台风过后的晴天啊，一旦啊这个太阳啊拨开了云雾，它的那份热烈啊，就让人有点难以承受。在这样的一个大太阳底下，又是下午时分啊，在外面骑行，多多少少呢会望而生畏。再加上呢，昨天啊冒雨到外面去骑行了相当长的一个距离啊，所以今天呢，很自然的就收缩战线，仅仅呢在村里啊做一个随意的适应性的骑行。当然早就给自己找好了一个理由啊，就是又一次做了保养以后的整个骑行的单车它的状态是不是符合预期。虽然我是一个骑行菜鸟，更是一个保养单车的一个外行，
所以每次的这些所谓的清洁保养呢，肯定也是马马虎虎，做得不彻底。但即便如此呢，每一次做完了这个清洁之后呢，感觉还是这个单车的状态还是见好，最起码呢那些杂音就少了不少。这就使得我呢对于这部小单车在骑行了这么2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呢，有了更多的认知，更大的信心。同时呢，也对我自己在2个半月以前能够入手这样的一部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骑行经验和知识的这样的一部折叠单车呢，有了更多的满足。我还是看到我们祈福的这个湖村即便是我现在骑行的这个祈福湖的湖边，停了好几辆房车虽然呢一直对这个房车这样的一种自由的出行这种方式怀有兴趣，但是毕竟呢，对于这么一个大家伙无论从操控上面还是停放，更不用说呢开到外面到底需要一些什么样的知识等等呢，都还一无所知。所以呢，基本上来讲还是一个敬而远之的这么一个心态希望说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可以去租一台这样的房车呢，去尝试着出行一回。今天呢已经是8号还是9号了我说的是7月份，距离高考的话呢，刚刚过去了1个月。这1个月呢，我相信这些过了录取分数线的那些考生们并没有，也不能完完全全的放松自己，报学校、填志愿，到底能够被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录取等等呢，还都是一个未知数。听说呢，要到这个月，也就是7月13号呢，才会公布或者说发放录取通知书。所以还有不到1个礼拜的时间考生们也包括他们的父母，还有他们的亲朋好友呢，也多多少少呢，还有一些心神不定，还在等待着或者是盼望着他们想要的一个结果。好了，今天呢，我在小区里面闲散的适应性的这个骑行呢，就到此为止吧。今天呢，就不骑更远的距离了，也算是这段时间好几次长途骑行以后的自我的调节，适当的放松，然后呢，也是根据未来的这个天气来决定出行的方式。今天的闲聊呢，就到此结束。真心的非常感谢观看我视频的朋友们时常的陪伴，经常的观看，还有一些呢时常给我留言，给我以鼓励，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如此种种，我在这边呢一并向大家
表达我的感谢。骑行呢是一个习惯，只要不出意外啊，我这样的骑行呢还会持续下去。所以呢，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呢不吝你们的时间，继续呢给予我更多的、更长时间的支持。那今天呢，就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声再见，祝愿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每天都有好心情。拜拜。